段誉在初学六脉神剑的时候，不着急，不到危险时刻，剑气总是发射不出来。我们从小也有过类似的情景，有人欺负我了，当时很害怕，甚至手脚发抖，仿佛平时练的招式一个也使不出来了。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？其实这是人的正常反应，在面对危险的时候，恐惧已经主导了你的身体大脑一片空白，什么也想不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别说使用什么防身招式，就算是跑，可能腿也是转筋的，发抖的没有力气的，想跑也跑不了了。这种情况一般有2种原因导致。第一，我们对所学招式技巧不熟练到关键的时刻忘了。第二，精神过度紧张，在外界刺激的情况下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手脚不听使唤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解决呢？还是拿段誉学六脉神剑的例子来讲。虽然说是小说中的情境，但我们现实生活中学了一项技能，关键时刻用不出来，也是常有的事。这就源自于我们对技能的不熟练所导致的。《天龙八部》里面，段誉一路打怪升级，最后六脉神剑使得炉火纯青收放，自如指哪打哪，就是因为对该项技能，无论从内力上还是从外功上，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那么我们如果想把一项技能在关键时刻也发挥得特别好，自然而然就要加大时间去练习，放更多的精力在这项技能上面。欧阳修的《卖油翁》里面有一句著名的话：无他，唯手熟尔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当你一辈子或者一段时间之内专心致志，只研究这一件事的时候，把它做到你所在领域的前10、前100，甚至前1000名，你就已经是高手了。在面对任何情况，我们需要使用这项技能的时候，都会很从容地把它使用出来。记住，勉强用出来和从容地用出来是完全两码事。举一个看似不太相关的例子，4缸 1.0 排量的车子可以跑到12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，6缸 3.0 排量的车子也可以跑到12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，前者就是勉勉强强，吭哧瘪肚，而后者就是非常的优雅和从容了。我们一定要达到6缸 3.0 的这种感觉。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：老师，我学了散打跆拳道，为什么我在和人发生冲突或者和同学打闹的时候，使出来的还是王八拳？这就恰恰印证了上面我说的道理。人类从呱呱坠地到工作学习成长过程中，如果没有经过特殊的训练，打人防御可能都是王八拳的这种胡乱的抡打，所以这是你潜移默化的动作。但是当你学过跆拳道散打，纠正了直拳、摆拳、勾拳的发力出拳、收拳的系列动作时，这其实是和你的身体自然反应有冲突的。所以如果你不把这个直拳、摆拳的出拳发力衔接形成你的潜移默化的动作的话，在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心里一紧张，你就把这些动作全都忘了，你出手还是王八拳，就是这样的道理。第二种原因，精神过度紧张。有人说了，老师，我所掌握的技能真的一定是输的，但是在真正考试或者实践的过程之中，确实是过度紧张，而导致我的技能只发挥出了60%、70%的效果。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？平时我们一定要注意训练，要以结果为导向，去给自己做心理暗示。比如遇到危险这件事，不要遇到危险了，内心就告诉自己，怎么办呀？我太害怕了。这样的话无济于事，反而会让你更加紧张，更阻碍你动作的完成。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给自己做心理暗示呢？比如在碰到坏人要打你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想他是多么的高大，多么的害怕，我要想着自己怎么样快速的把我的这个动作做完，把平时的最佳的一个状态展现出来，快点的去结束这个对抗。用这样的转换方法，把自己的精神注意力从害怕中转变过来，这样我们紧张的这个情绪就会好很多，你所能发挥出来的能力也就会更大一点。久而久之，当你在面对同样危险的时候，你就会更加从容不迫了。所以面对特别紧张的时候，一从自身方面我们要提升自己的技能，二是我们要以结果为导向，转移紧张的情绪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更好更从容的来面对危险了。